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今天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聊聊一个餐饮趋势，就是餐厅订阅制。为什么我会想要聊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在美国的美食媒体 Eater 的网站上面看到了这一则报道，标题是 Do we have to subscribe to restaurants too？ 我们也需要订阅餐厅吗？那里面呢提到了几个餐厅的订阅方案，还有为餐厅提供订阅服务管理的平台，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好奇心被打开之后，我接着上网搜寻了一番，发现美国最近也有其他类似的报道，都说餐厅订阅制是现在餐饮业的一个趋势。再加上我发现台湾也有平台业者提供订阅餐厅的服务，所以呢，我就决定跟大家分享了。那么餐厅的订阅制究竟是什么？能为餐厅带来什么好处？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该怎么判断要不要加入餐厅的订阅方案呢？以下就来跟大家分享咯。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看看餐厅的订阅制是什么。就像你订阅 Netflix、Spotify 一样，餐厅的订阅制就是你每个月或每隔一段时间持续支付一个固定的费用，你就能享受餐厅提供的服务或产品。而订阅的客人呢，通常会比没有订阅的客人有更多的福利或优惠。星巴克的咖啡订阅服务就是一个好例子。再举几个例子好了，某些订阅方案啊，它可能会给你免费的外送，或者是点数，让你在未来消费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每个月的送餐订阅制，是把主厨准备好的专业餐点送到你家门口。又或者是它可能是一个品酒会，每个月把他们选好的酒跟品酒笔记寄到你家。那以上呢都是一些餐厅订阅制可能的方案内容哦。那再从数据上来看，订阅也是一个正在成长的趋势，有越来越多人订阅越来越多服务。这边我要引用一个数据，是美国的个人理财 App 叫做 Rocket Money 提供的一个研究报告，里面显示出美国人平均有 6.7 个订阅，这个是在2022年的情况哦，而相较于2019年只有 4.2 个订阅，成长是蛮多的。那么餐厅订阅制有什么好处呢？对于餐厅来说，首先一个大优点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建立常客，巩固熟客，而同时间它也可以帮助你接触新客人。而订阅制通常会增加客人回访的次数，就是说只要把人拉进店里啊，他多买东西的几率就增加了。那还有一个重点是，对于餐厅来说，这其实是另外一个收入来源。那在疫情之后，餐厅都学会一件事情，就是餐厅的收入来源应该要多样化，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不要只是实体现场的销售而已。那订阅制呢，就是餐厅的另一个很好的收入来源。那对于餐厅来说，还有另外一个优点是，订阅制可以帮助收集更多客人的资讯还有数据。那在数位行销的时代，数据为王，那你要怎么样得到客人的数据呢？就是希望他主动加入，而订阅制就提供了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们来看几个餐厅订阅制的实际案例哦。首先是 Eater 这篇报道里面提到的一家位于华盛顿 DC 的披萨店，叫做 Sonny's Pizza。那 Sonny's Pizza 它的订阅方案是怎么来的呢？就要回到2020年疫情哦，大家很惨的时候， Sonny's Pizza 就想办法要转型。而在某一次他们跟餐厅员工的 Zoom 线上品酒会的时候，灵感来了，他们决定成立一个自然酒的线上品酒会，而且是和他们的酒商伙伴一起合作。而这个线上品酒会啊，在经过了差不多3年后，也就是现在哦，已经累积了超过100个会员，然后他们也扩展到了有实体的品酒会。而如果你没有加入这个品酒会呢，没关系，你也可以付$10来体验看看哦。那这个做法呢，也是可以协助这个线上品酒会的成长。那 Sonny's Pizza 他们的行销经理就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订阅制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也巩固了一个核心的社群。那他们的品酒会的会员呢，每个月都会为了酒而来餐厅消费。但是他们提供给这些会员呢，却远远不只是喝酒而已。那像这家餐厅，它同时还有咖啡店，也有酒吧，是附属于餐厅的。那客人来到这里呢，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从早到晚
都可以享受的一个设施。那他们也很乐意带朋友来，并且信赖这个地方就是会提供美食美酒给他们，所以就是真的像是一个他们的俱乐部一样哦，常客可以时常来使用。那除了 Sonny's Pizza 以外，美国的几家大型连锁餐厅也开始加入订阅制的行列，例如 Panera Bread 是面包店， Pret a Manger 是熟食简餐店，还有 Sweet Green 沙拉店等等哦，都有他们各自的订阅方案。那像是 Panera Bread 他们有一个 Unlimited Sip Club， 是说客人你如果一个月付11块99毛美金成为订阅的会员的话呢，你就可以享受无限畅饮的免费饮料。而 Sweet Green 这家沙拉店呢，则是有一个订阅方案，是说你只要每个月付10块美金，你就可以在下一次订购 Sweet Green 的餐点的时候呢，享受3块的折价。那还有另一个大型的连锁餐厅是美国很有名的中餐厅，叫做 P.F. Chang's。P.F. Chang's 的订阅方案叫做 Platinum Rewards Program， 白金回馈方案哦。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每个月你付 6.99 块美金，你就可以优先定位，享受双重点数的累积，以及还可以加入他们的内部专家会议哦，共同形塑 P.F. Chang's 的未来。我觉得这还蛮酷的，就是说我加入这个订阅会员之后，我还可以参与餐厅的经营哦。不过我不知道有多少会员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啦，但这是至少是他们提供一个和一般的会员很不一样的一个地位。那 P.F. Chang's 的行销副总裁就分享说，他们不断的去思考要怎么样跟他们的客人互动，还有在怎么样客人需要的时候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个订阅方案呢，是在去年10月的时候上线的。那虽然说他在报道里面没有透露任何数字，不过他还是说目前很成功，而且呢也聚集了一群特殊的 VIP 客人。那这些 VIP 客人呢，他们的确来消费的次数是比较多的，而且他们的客单价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一群客人，而且希望从他们的身上收集到更多的数据来满足他们的需求。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餐厅啊，或者说其他行业的品牌都喜欢订阅制，因为他们相信当客人要回来使用这些优惠的时候呢，他们会花更多钱。那就像是刚刚讲到免费的咖啡订阅嘛，你来这家面包店，如果你订阅它的免费饮料，当你要来兑换免费咖啡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顺便带一个可颂走，这道理就是这样。那我们再来看一项数据哦，UBS 是预估订阅制的市场到了2025年的时候会有 1.5 兆美元这么多，这也难怪这么多餐厅啊品牌啊想要在现在加入订阅制的行列。那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呢，都是属于比较大众的餐厅，你可能会想问， Fine Dining 餐厅也可以做订阅制吗？其实 Fine Dining 餐厅也是有可以切入的可能的。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哦，就是位于华盛顿 DC 的一家高级意大利餐厅，叫做 La Dante。那他们是开始了一个这个便当订阅或是外带餐点订阅的方案。那这个并不是疫情中的一个措施哦，他们是在疫情后哦，他们重启营业之后才推出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可以触及更广泛的客人。那通常 Fine Dining 餐厅它的 TA 就是比较小众嘛，所以他们希望借由这个外送餐点、外带餐点的方案呢，能够吸引更多不同的客人进来。那这个订阅方案叫做Chef's Dinner Club， 主厨的晚餐俱乐部。那他会提供订阅者可以外带的餐点呢，然后回家你可以自己加热。然后据他们的说法是希望可以在客人的家里面创造另外一个 dining room， 就好像是这家餐厅到深入每一家，然后都有一个用餐的空间那样子的感觉。那目前为止这个订阅方案是有40位订阅者，这个数字听起来不是很多啦，但是呢他们认为是有很高的消费潜力的。而订阅方案的定价呢是以2个人135块美金起跳，那包括酒还有其他一些加点。那这个订阅的内容呢也包括这家餐厅非常有名的一个
40层的肉酱千层面，$135起跳的这个订阅方案呢，对于餐厅来说其实是一个可以很大幅提高客人客单价的一个方案。不过他们的行销经理也提到说，其实餐厅必须要不断的评估这样子投入是不是值得。那在这个订阅刚推出的头几个月呢，餐厅其实工作得很辛苦，厨房常常需要加班来研发新的外带餐点哦，那导致他们的工时是非常不合理的，完全无法持续下去的。所以后来他们也学会如何从现有的餐点里面去改良，然后研发出外带的餐点哦。像是说他们的菜单上面原本有一道很受欢迎的菠菜跟羊奶起司的面饺，那他就把这个面饺的内馅呢拿来改造成一个焗烤的羊奶起司跟香草的蘸酱，配上了老面面包来一起作为外送餐点，可以给订阅的客人带回家。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好几个餐厅订阅制的案例，你可能会想，有没有一个平台服务业者能够帮餐厅管理他的订阅方案呢？当然有哦，美国的创业这么兴盛哦，一定有人想到这个点子。那所以说，想启动订阅制的餐厅呢，你也会遇到后勤管理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平台业者就该登场了。而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业者呢，就是 Table22。那 Table22 它是在2020年成立的，就是为了去帮助餐厅来管理它的订阅方案。那它有一个后台哦，把餐厅需要的功能都放在一起哦，就很好使用。毕竟你也不可能总是用 Excel 表来做所有的事情嘛。那根据 Table22 的创办人指出，现在他们有超过500家餐厅伙伴，并且有上千位订阅用户。那他们的订阅方案呢，都是针对餐厅量身打造的。那这边又举了几个例子哦，包括是说有一个肉类的选品，这个盒子呢里面有放牧土鸡啊，或者是干式熟成牛肉啊，这样子的选择。或者是说也有每个月的饺子订阅方案，每个月送不同的面饺到你家。那也有其他类似的主厨的晚餐俱乐部哦，那可能是2个人$70起跳这样子的规模。那根据 Table22 的创办人表示，他们的订阅者啊其实面貌还蛮多元的，包括是说有那个家里有小孩的很难出门吃饭，那他们就希望可以在家一边顾小孩一边享用他们喜爱的餐厅的餐点。那或者是也有退休人士，那他希望可以在他日常的家居生活中加入餐厅专业准备的餐点。那你可能还是会想问，到底餐厅开始做订阅制有什么优点呢？好处真的这么好吗？那根据 Table22 的数据哦，他们发现如果是有持续订阅的用户呢，他们到这家餐厅消费的次数是比没有订阅的客人要来得多，1年7到8次左右哦，这蛮多的，就是1年消费的次数竟然可以多出7到8次。我想一想，我平常去一家餐厅吃饭哦，1年可能2、3次我就觉得我是常客了，但是可以多到7、8次，我觉得真的是蛮显著的成长。另外就是说，订阅制其实也可以帮助餐厅去更好的整合线上与线下的体验，就是说这些订阅方案很多是宅配的餐点嘛，但是餐厅它也可以去整合线下的体验，提供更多客人来与他们 engage 的机会，像是说他们可以在现场提供免费的酒水啊，或者是一些消费折扣，或者是优先定位的权利，这些都是鼓励客人也来现场消费的一些福利。也就是说，这样子的线上线下的整合呢，是可以更加巩固常客的忠诚度的。那以上我分享的呢，都是从餐厅业者的角度。那回到我们消费者本身，我们到底该不该加入这些订阅方案呢？那我又查到一篇报道，它是提供了这样子的判断依据哦。它是说，你必须评估你在这一家餐厅的消费频率，还有你的消费金额。那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你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去买 Shake Shack 的汉堡，你1个礼拜买3次，而且呢，你还会使用它的外送服务。
那么你就很可以考虑来加入它的订阅汉堡方案哦，因为你就可以用一个固定的费用来常常吃到你吃的汉堡哦，这对你来说应该会是比较划算的。所以说你到底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消费几次，还有在那边花多少钱，就是你在评估该不该加入订阅的时候最重要的2个因素。那我们刚刚分享都是美国的情况，回到台湾哦，台湾的餐厅订阅制夯吗？有人在做这件事吗？那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哦，我发现台湾的媒体过去就有针对餐饮店家的订阅制做过一些报道，而其中最知名的一个案例应该就是水果手摇饮的专卖店大院子，他们在2019年就有推出过饮料订阅，不过呢，大院子最后是以失败收场。那失败的原因有几个啦，首先是政府的法规规定太严格，在消费者保护法底下，订阅制会被认定为礼券，而礼券呢是无法限定期间来兑换的，那这个跟订阅制的精神就有违背了。那再来，大院子的会员本身就超过100万人，可是却只有1000多人愿意付费订阅，那就代表手摇饮不是一个硬需求，想喝再去买就好了，未必需要使用订阅制。那如果是比较近期台湾的案例，我搜寻到的结果是，去年有一个新的平台业者叫做生活食堂，它引进了日本的餐饮订阅制服务。那生活食堂它是有一个 App， 那在这个 App 上面呢，它是串联了上千名店家，消费者呢，你可以选择5天5餐或是7天7餐等等的订阅方案，到平台上的餐厅去兑换餐点。那这个生活食堂平台呢，它也很乐意和公司的福委会合作团体方案，那由公司来提供部分的行销费用的补贴，让公司的员工可以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每天挑选不同的餐厅来用餐，就像是一家餐厅有好多家员工餐厅一样。那不过餐厅订阅制目前在台湾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是否会像美国、日本一样发展起来，值得关注。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餐饮趋势，希望大家还喜欢咯。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感想，都欢迎留言跟我讨论。还有喜欢我的内容也要给我鼓励哦，所以呢，还没有订阅的人，拜托订阅按钮帮我按下去。那喜欢我的内容呢，更希望你可以按赞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我未来还会分享更多这样的餐饮趋势，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呢，也欢迎留言跟我说哦。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